好久不见，朋友们！这次我们选的度假酒店是位于江苏扬州的扬州迎宾馆。之前的那期度假酒店合集里，评论区里好多朋友给我们推荐这家酒店，这次终于有机会来体验一下。如果你看过我们之前的视频，对于西子湖四季感兴趣，但又觉得太贵的话，那扬州迎宾馆就是目前为止我们住过的最完美的平替。整个度假村位于瘦西湖景区旁，拥有400多亩的江南园林，还能提供超棒的居住体验，但价格还不到西子湖四季的一半。无论是居住体验还是性价比，我都非常满意这家酒店。我们这次入住的是8号楼复方园，简约现代的风格，洛克区的五针松和灰白色的背景墙相互映衬，让这里显得格外静谧素雅。走进大堂，大面积的落地窗打破了室内室外的界限，室外的水景、植被、树木也让室内的空间得以无限延伸。酒店前台的背景墙是一条以运河为灵感的实木手工雕刻，扬州因运河而兴。等待 check in 手续的时间，正好可以研究一下走廊和休息区角落里的插花。一抬头，外面又是一幅超美的画卷，水面如镜，倒映着翠绿的松柏和蓝天白云。偷得浮生半日闲，能够在这样的美景中度过假期，也不枉我们今天早班机的辛苦。整栋楼只有90间客房，体量不大，所以楼里会相对安静一些。一起去看看房间吧。走廊的一侧是客房，另一侧则做成了引入自然景色的飘窗连廊。我特别喜欢这个设计，每次出门看到这样的景色，心情都会变得超级好。对面掩映在一片郁郁葱葱里的中式建筑，就是鼎鼎大名的趣园茶社。房间里是简约现代的风格，采用了大面积的原木材料，简单的线条并没有过多的装饰，连蝴蝶兰盆景都是素雅的白色，让整个屋子显得格外敞亮，但又不会觉得单调，因为我们还拥有一个迷你小花园的户外露台。开放式的设计让室外春夏秋冬四季更迭的自然美景成为了这个房间最好的装饰。有一瓶巴黎水，还有一瓶果汁。放下行李，距离午饭预约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决定在楼里转一圈。酒店1楼有2家很不错的餐厅，被誉为扬州淮扬菜天花板的山餐厅，另一家西餐厅水餐厅。酒店 B1 还有健身房、乒乓球室、棋牌室、游戏室等等。简单打了2局游戏就到午饭时间了。今天的午饭我们提前1周预约了山餐厅，因为这里只有8张桌子。名字中的山其实是水山的谐音，呼应园子里的水山美景。第一次来我们就点了几道招牌菜。第一道菜就是限量的冷盘灯影鱼片，薄薄的鱼片可以透光，可见厨师的刀工了得。鱼片嚼起来有韧劲儿，越嚼越香。酱汁调味是甜辣口的，唯一的不足就是鱼片裹的酱汁不太均匀，吃到下面味道才比较明显。接下来的几道菜都是传统的淮扬菜，文思豆腐、清炖狮子头、扬州炒饭，但总觉得没什么咸味儿。虽说扬州菜以清淡见长，但这也太像健康营养但少油少盐的月子餐了。我们一度怀疑是不是味觉出了问题，直到隔壁2桌开始要盐，才确定这里的味道真的太清淡了。最后一道白烧鳗鱼是这顿饭里我最喜欢的，鳗鱼的肥美不用多说，关键是这酱汁的味道非常有趣，咸味适中，还带着些淡淡的回甜，是类似酒糟或者白味增酱所特有的发酵的味道，用来拌饭也非常好吃。因为这道菜，我愿意再来这家餐厅。吃饱喝足，我们去园子里溜一溜。园区内有统一运营的免费摆渡车，无论你在哪里，只要找到有工作人员的地方，就可以呼叫摆渡车前往任何地方。如果你对园子的历史感兴趣，还可以顺便预约一个游园讲解。我一直觉得这家酒店的精髓就是这一大片精致的江南园林，毕竟杭州以湖山胜，苏州以市四胜，扬州以园亭胜。酒店的园区和瘦西湖景区融为一体，
瘦西湖本名泡山湖，又名宝障河，因其景色之美堪比西湖，但长河如绳，阔不过2丈许，相比于西湖更为狭长瘦小，所以又命名为瘦西湖。瘦西湖也是隋唐大运河的一部分，而扬州也被称为运河飘来的城市。隋唐大运河的全线贯通，使它成为了沟通中国南北交通的枢纽，由此奠定了东南大都的地位。夜桥灯火连星汉，水锅翻墙进斗牛。那个时候扬州的繁华程度可见一斑。当然，运河不仅仅是扬州城市繁荣的象征，同时也是历史的见证。后王何以见前王？请看隋帝亡国术。隋炀帝开凿运河，乘龙舟南下扬州寻欢作乐，导致亡国。运河两旁杨柳依依的美景，也成了一代暴君荒淫误国的罪证。明清时期的扬州又因盐运而兴盛，成为一座白盐堆起来的城市。园区里大名鼎鼎的趣园，原名黄园，曾经就是扬州盐商黄履仙的宅院。乾隆6下江南的过程中，有4次到这里游玩，之后可能觉得这里很有趣，所以给它重新赐名趣园。山水造景从来都是中式园林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观赏因素。而扬州园林的山水就是以石材丰富、造型争奇斗艳闻名。但扬州这个地方吧，地势平坦，本地其实不产石头，所以园子里的石材全部来自其他地区。当年想要运输这么大量的石料，可靠的全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啊！要不我们说盐商可太有钱了。当然，为了避免运输困难呢，扬州园林在石料的选择上也就更重视趣味性，而非雄伟厚重。我想这大概也是让乾隆觉得有趣的地方吧。整个园区游览的最佳季节当然不是现在，烟花3月下扬州嘛。据说从3月中旬一直到5一假期结束，整个度假村和瘦西湖景区全是花。下次来一定要选个更美的季节。整个度假村是从95年开始建设，97年正式运营。从最早的3栋楼到现在已经有15栋楼。所以如果你对这家酒店感兴趣，预定的第一步就是选楼。一开始我以为选楼嘛，不就是选景观位置吗？但这里不一样。简单来说，就是整个园区属于同一个酒店集团，而不同的楼更像是同一个集团旗下的高中低档不同的品牌。所以住不同的楼不仅是景观位置、装修风格不一样，甚至连服务运营的标准也完全不同。另一个需要注意的是，这里面并不是所有的楼都对外开放。作为迎宾馆，这里还承担了很多接待国家领导人和各国政要的任务，所以1、2、9三栋楼目前依然只是用于政务接待。另外还有一些楼是酒店的公共设施，比如7号楼、12号楼是宴会厅、多功能厅，15号楼则是游泳馆。这应该是我们目前住过的酒店里遇到过的最大的泳池了，而且据说里边用的还是温泉水，健身美容同时进行。剩下几栋对外营业的楼里面，最老的就是3号楼，97年开始运营，09年翻新过一次，现在主要用于接待旅行团，所以喜欢清静的朋友就不要选这栋楼了，哪怕它的价格真的很便宜。还有比较特殊的2栋楼适合家里人多的朋友。5号楼是一栋公寓楼，里面有12间100多平的套房，6号楼则是一栋400多平的小别墅。剩下的3栋就是正常的酒店了，除了我们这次住过的8号楼，还有11号楼虹桥坊酒店，是一个室内温泉酒店。当然这个温泉是对园区里所有住客免费开放的。另一个是23年最新运营的18号楼，位于园区的边缘，因为房间新，价格相对便宜，所以也是目前园区里最热门的酒店。但这次没有选这栋楼，主要是因为我个人不喜欢体量太大的酒店。整个园区1/3 200多间房间全部都在这栋楼。住体量太大的酒店呢，尤其是旺季的时候，等电梯啊、早餐排长队啊，这些风险就会高一些。逛完园子，我们打算去泡温泉。早上皮包水咱们来得太晚没赶上，晚上去体验一下水包皮。蓝天真好看。酒店为住客提供了2家温泉的免费体验。
一家是我们之前提到的虹桥坊温泉酒店，另一家就是我们现在要去的瘦西湖温泉度假村。它是一个室外温泉，我个人是更喜欢室外泡温泉，这样泡的时候不会太闷热。泡完温泉，我们去打卡了一家本地小炒，也是网约车司机推荐给我们的。我觉得味道还是很不错的，而且价格实惠。我特别喜欢这个酸菜鱼，鱼肉 QQ 弹弹，吃起来特别像脆皖鱼的口感。当然，作为街头小炒来说，这家的味道也十分清淡。回酒店的路上，我们还打包了一份盐水鹅作为夜宵，也是司机推荐的。他还特别叮嘱我们一定要配饭吃，不然会特别咸。但我们吃起来觉得就是正常卤味的咸度。由此可见，中午的那一餐大概也不是餐厅的原因，只是不同地区的口味差异确实很大。但这个天空是粉色的。现在是早上6点40分，勤劳的人已经起床要去吃早餐了。今天早上我们要去打卡趣园茶社，其实点评上是可以预约首轮6点半开餐的位子，但我们提前1周也没约到，可见这家餐厅有多么的火爆。但住酒店的好处就是近，走路5分钟就到了。窗边的位子已经坐满了，但其他的空位还是有的。早餐种类很多，但大多都是主食。我们只有2个人，所以只能选推荐度比较高的，每种点1份尝尝。价格是真的不便宜，味道我觉得中规中矩，算不上惊艳。如果非要排几个小时的长队才能吃到，我觉得还是算了。这是大煮干丝，忘记什么味道了；虾子馄饨也不记得什么味了；翡翠烧麦问小青菜的味道；布丁包速冻小包子的味道。所以第2天的早餐我们选了酒店的早餐厅，这里用餐的环境也很好，而且人不多，服务特别好，可以帮忙送餐。菜品种类虽然不多，但我觉得在酒店早餐里算味道不错的，而且也提供了大煮干丝、肴肉、3丁包、阳春面、饺面这些扬州特色的早茶。好啦，吃完早饭我们要继续去逛园子了。希望这个舒适的扬州小长假可以对你的旅行目的地选择有帮助吧。这个位置就下雨了，下雨还凉快一点，还好不是大雨，小雨。我的天哪！本来叫做不经验的，做梦都想不到，来时候好好的，回不去了。